另外呢，还有它外侧脸颊的部分，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所谓的国字脸，只要打个痘痘杆菌，把咬肌缩小就能解决了。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外侧脸颊的突出其实跟一般咬肌肥大不太一样。它外侧脸颊的突出在比较靠后面耳朵的位置，那这个是比较像是过度肥大所造成的。大家好，我是皮肤科林正贤医师。那最近鱿鱼游戏第2季已经开始上映了。我上个星期呢也去看了高雄市政府和鱿鱼游戏他们联合举行的行销活动。那在我们高雄市的海洋流行音乐中心那边有大型的英熙玩偶。如果你有看过鱿鱼游戏的话，大概会知道英熙是一个可爱又可怕的人物，因为他的眼睛会感知犯错的人，那狙击手就会把犯错的人给干掉。那其实呢，英熙是由韩国艺术家金泰亨所创造出来的角色他有典型的韩系娃娃脸，也广泛出现在韩国的小学教科书当中，许多韩国人从小就非常的熟悉他。那英熙这个名字呢，当然也是很普遍的韩国名字。不过呢，大家也都知道韩国是一个美容大国，他们对于整形或者是微整形的态度其实非常开放，不会害怕被别人知道说他有整过，他们会觉得说这是正常的事情。甚至我还听说他们的父母都会准备一笔钱，等到小孩子长大成年了，再拿这笔钱去给他们整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你也有听说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其实韩国人的脸型虽然和日本、台湾还有中国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这附近亚洲的这几个国家脸部的问题大致上都差不多。所以呢，其实我去那边看到英熙的时候，我的职业病立刻就发作了，就很想让它再漂亮一点。那我今天就想说有趣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当下对于如何调整它的轮廓的一些想法。我们先从它的侧面来看好了。你仔细看英熙娃娃的额头部分，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额头其实跟许多亚洲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扁平，缺乏自然优美的弧度。那这种扁平的额头会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首先最明显的就是整个脸会看起来比较没有立体感，就像一张平面的照片一样。更有趣的是它还会让眼睛看起来特别突出。那讲到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东方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明明已经有很漂亮的双眼皮了，不管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割的，但是怎么看都觉得眼睛无神又突出。那其实呢，这个问题的元凶很可能就是额头太过扁平，因为额头太平，就缺少了跟眼睛之间应该有的自然层次感。那所以你看西方人他们因为眼眶骨比较高，额头也比较饱满，会和眼睛形成一个高低落差的层次，所以眼神就会比较深邃，好像眼睛会说话一样。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微整形的方式，像是注射玻尿酸、胶原蛋白增生剂、晶亮石或者是伊莲丝等等这些材质，来创造比较完美的额头弧度。那至于要选择哪一种填充材质比较好，我之后会再录相关的影片跟大家来说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当然做额头线条的修饰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打完变成鼓一大块，很像寿星公。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喜欢额头饱满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觉得额头的曲线是要顺畅、要柔顺、要优雅。如果又饱又满的话，有时候看起来就会比较假，一看就知道是做的，不太自然。那刚刚讲的是侧面看的上1/3脸，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英熙娃娃鼻子的特征。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鼻子的3根比较低呢？那这其实是很多亚洲人共同的特色，跟西方人天生挺拔的鼻梁比起来我们的3根常常普遍偏低，那整体的力感就相对不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可以用微整形的技术，像是使用晶亮石或是玻尿酸等等支撑力比较强的填充剂来垫高3根和鼻梁。不过这可不是简单的把3根补起来就好，还要考虑到整体的和谐度。我们要特别注意3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呢，你鼻梁和3根的宽度要适中，不能太宽不然就会有点像阿凡达里面的娜美人。那第二个呢，你鼻梁的线条要自然，尤其是女生不能太过直挺，要有一点点微凹的弧度才会好看。那第三个呢，你鼻尖要有适当的翘度，最好是往前上方微微翘起的感觉，会最自然最好看。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鼻子的微整形一定要找经验丰富的专业医师，因为鼻子的血管分布相当的丰富，你如果注射的技术不恰当的话呢，填充物可能会很意外的进入血管，那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造成皮肤的坏死，甚至会失明。那这不是在吓大家因为台湾和国外已经有很多相关的案例报告了，
安全性真的很重要。那再来呢是英系娃娃的下1/3脸，在美学上啊，我们通常会把鼻尖、嘴唇和下巴这3个部位一起来看，因为它们的比例会互相影响。那在西方美学的教科书当中呢，常常会强调鼻尖、上下唇还有下巴要连成一条直线，我们称之为 E line。但是呢，这个是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哦。那对我们东方人来说啊，如果硬要追求这个标准，反而会让嘴唇看起来太过突出，不够自然优雅。所以呢，我们东方人更适合让嘴唇稍微内缩一点点，这样反而更符合东方人的美感。那你从侧面来观察，你可以发现哦，他的嘴唇稍微缺乏一点点立体感，体积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单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他的下巴长度虽然够，但是比较偏圆，而且翘度也不太够。那我们要怎么调整呢？这主要有2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它嘴唇的立体感要调整。我们在选择填充物的时候，会特别挑选玻尿酸，而且是那一种比较柔软又有一点点 Q 弹的玻尿酸种类。因为我们的嘴唇啊和脸部其他部位的皮肤不太一样，它特别的柔软，是用来 kiss 用的。你如果选错材质，可能会摸起来会变得有一点点硬硬的，甚至看起来会有颗粒感，就会不太好看。那第二个呢是下巴的微调。那英系的下巴它长度稍微偏长，我们一样可以用硬度比较大的玻尿酸帮它增加一点点向前的翘度。那这个小小的调整就可以让整个脸部的线条更加的完美，连带也可以提升整个人的气质感。那我们再从正面来看英系的上脸部，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扁平的额头和比较低的山根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就是它的黑眼珠完全露出来了。一般来说啊，我们的上眼皮会自然覆盖黑眼珠的上1/3左右，但是你看英系小妹妹，她的黑眼珠整个都露出来了。那这个特征千万不要单纯的当作是大眼睛来看待哦。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特征的时候呢，医生必须要格外的谨慎，因为有可能是甲状腺的机能亢进，造成眼球突出的现象。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进行任何微整形治疗之前啊，医师除了要告诉你哪里需要打，要打什么，还有要打哪里之外呢，也一定要有能力仔细观察出你有没有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要优先处理，不然就本末倒置了。那我们再来看英系小妹妹中脸的部分。那说实话呢，她的中脸已经很完美了，除了前面提到的鼻子的3根可以再稍微挺一点之外呢，它苹果肌的丰润度其实已经很理想了。那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医生啊一定要个别化去评估每一张脸的状况，不要只是根据所谓的完美比例公式的打法，就盲目的在苹果肌的部位打入太多的填充物。怎么说呢？因为过多的填充物啊，可能会造成几个问题。首先呢，你的脸部会变得太过膨胀，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整个脸颊可能会挤成一团，看起来就很不自然。更糟糕的是啊，过度烹饪的苹果肌还会把眼睛挤得变小，反而破坏了原本精致的五官。所以呢，像英系这样中脸已经很不错的情况，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整。要记住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啊，美不在于更多，而是在于刚刚好。有的时候呢，懂得保留原来的优点，比过度修饰更重要。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英系的下1/3脸。我们前面讲过，它的下巴只需要再增加一点点的翘度就很完美了。不过呢，我发现了几个可以让它的下半脸更加精致的小细节哦。首先是它的嘴边肉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嘴巴两侧有很明显的婴儿肥？那以它的年纪来说，这个应该不是皮肤松弛所造成的，而是脂肪堆积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他打消脂针，或者是用 ON 打超微波来治疗。这些方法呢，都能有效的改善他的嘴边肉，让他的脸型更加的精致。那当然呢，他的双下巴也是可以用跟处理嘴边肉一样的方法来处理。另外呢，还有他外侧脸颊的部分，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是所谓的国字脸，只要打个肉毒杆菌，把咬肌缩小就能解决了。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外侧脸颊的突出其实跟一般咬肌肥大不太一样。它外侧脸颊的突出啊，在比较靠后面耳朵的位置，那这个是比较像是腮腺过度肥大所造成的，而不是咬肌。不过呢，我们一样可以透过注射肉毒杆菌素的方法来改善这个问题。注意，这个是注射在腮腺，而不是咬肌哦。那如果我们能同时处理这3个问题，包括消除内侧脸颊的脂肪，还有缩小外侧的腮腺，再加上刚才所说的下巴翘度的调整，它的下半脸就会变得更加的立体优雅。那以上呢，就是我针对这个虚拟的带有典型韩国脸型的英系娃娃所做的全方位美学评估。
大概的介绍。那当然呢，在现实上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可以做一些微调，会让它整体的协调性更好。所以呢，医美不是只是简单的打针而已，它还需要细心的观察，再比对医生本身过去的经验来做专业的判断，才能让最后的结果完美。那下次有机会呢，我再来分析男版的英熙，也就是哲秀，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记得帮我们点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我们下次见，拜拜。不过这可不是简单的。